公元2077年，深渊虫卵突降地球。这不是演习，深渊虫族正在屠杀人类。人类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，全球组建地球人类联军，决战深渊虫族。防线崩溃，我们需要支援！上帝呀，他们太多了！华夏特战，准许介入。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，给我轰！沈月，标记弱点。雷杰，跟我突击。妥了，队长，在6点钟方向。哈哈，让这些深渊怪物尝尝老子的转轮机炮！赢了！华夏特战小队已成功粉碎虫族主力，我们胜利了！人类万岁！我们有希望了！兄弟们，只剩最后这颗母虫晶核了，打扫阵场，准备收工。火力掩护！这虫卵真难缠。队长，咱这波算拯救世界了吧？拯救世界？不，这战利品归英国了。安娜，你正是想抢我们华夏的成果？兵不厌诈，陈队长，带着你的小队安心上路吧。我临死也要拉你垫背！疯子，快撤！雷杰、沈月，你们在哪儿？这是哪儿？联军总部呢？什么联军？早没了。现在是大灾变330年，这世界是虫族的地盘。330年？他来了，他闻到活人的味道了。这个鬼地方！爹，吓尿了吧？赶紧滚一边去！是黑石镇的卫队！救命！长官，救命！慌什么？今天算你们走运，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黑石镇最顶尖的科技武器。最顶尖的武器？难道是等离子炮或者高频激光剑？人类科技还没断绝。看好了，这可是附魔了废金属箭头的穿甲弩，这头虫子死定了！你管这叫最顶尖的武器？330年，人类就退化到玩冷兵器了？这不可能！这可是精铁箭头！怪物，它是领主级怪物！快跑啊！完了！拿几根破木头当宝贝，300年，你们就退化成了这种废物？什么声音？死了！一击秒杀领主级怪物！那是雷霆神器，这是神明降临！战神大人！330年后的废土世界，一把手枪就能封神。我到底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地狱？等等，刚才垫在我身下的硬物手感不对。这是我们小队的弹药箱。
晶核爆炸引发了空间坍缩，把战场上的物资和我一起卷过来了。如果补给箱能过来，那雷杰他们一定也还活着。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我的老天爷，那难道是传说中旧时代人类的主神兵器？别磕了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。战神大人饶命，您问，您随便问。你们这附近有没有见过跟我穿着类似装甲的人，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东西？有，3天前在北边的死亡峡谷，有几个穿奇怪装甲的家伙，跟您差不多。镇长派了重兵围剿他们。是他们？雷杰他们还活着？把那个箱子背上，带路。我背。能为战神大人扛神器是我的荣幸。大人，我也给您带路，我对去死亡山谷的路熟。伟大的虫神，求你护佑我们全族平安！真憋屈，被这帮原始人给抓了。但愿队长还活着。异端怪物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玩弄机械的异端，触怒了神明，才降下这无尽的虫灾。一群连枪都不懂的原始猴子，把虫子当神拜。闭嘴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伟大的虫神，都是这2个玩弄机械的怪物惹怒了您，求您宽恕我们吧。今天我要用你们的血向虫神赎罪，保佑我们黑石镇的平安。老雷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跟一群智力退化的野蛮人讲不通道理。打碎异端！砸碎异端！砸碎异端！队长，来生再做兄弟！什么人？动我的兄弟，你们问过我手里的枪吗？队长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队长，小心点，这帮野蛮人把我们当成了引发虫灾的千古罪人。又来一个异端，神明在上，杀了他，用他的血平息虫神的怒火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物理超度。我就知道，你们2个臭小子死不了。队员雷杰报道，队员沈月报道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队长，我饿。就你小子爱吃。不过，在填饱肚子之前，先解决这个老东西，敢伤我兄弟。雷霆之神，我错了，饶命啊！既然认我是雷霆之神，那你拜的虫子是什么？是虫神。再说一遍，是什么？是虫子，是祸害人类的异端。算你识相，以后再敢拿破虫子愚弄百姓，我一枪崩了你！你们俩留下，今晚和我们驻扎在这儿。其他人回镇里吧，明天来这里集合。是。战神大人，镇长那个老小子阴险得很，您怎么放他走了？让子弹飞一会儿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样。我们俩去给您监视他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队长，您是故意放镇长走的吧？这老小子刚才被包围的时候，眼神一直往北边瞟。比起外面的怪物，他好像更怕完不成任务，没法交差。比怪物还可怕。幕后到底是谁在给他下死命令？
能把一阵之长当狗一样使唤的，整个废土上能有几个？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管他呢，先打些野味，填饱肚子再说。就是这两个家伙跟踪你，被我们给抓了。这俩小子嘴还挺硬，已经被我打废了。他们不是异端，是战神。你才是异端，你们会遭报应的。哼，把他们俩扔进野狗群，做成被虫族撕咬死的状态，嫁祸给那3个异端，惹怒虫神，降下天罚，反叛我的人都得死。你们2个跟我去检查一下黑火药，那可是对付虫族的神器。镇长，您是想用黑火药直接炸死他们仨吗？我是为了防备虫族来袭，他们搞出这么大动静，难保不会惊动附近虫巢。你小子还是那么警惕，就不能放松点吗？他们这帮人都拿生锈的刀当武器了，对咱们还能有啥威胁？你以为我防的是镇上的人吗？你没听他们说吗？附近有虫族出没。有时候愚昧比任何怪物都要危险。你呀，吃饱喝足了就赶紧换班。我的无人机全毁了，侦察卫星只剩2颗，但在狗屁末世，等于废品。我的重火力外虎格被那帮野蛮人拆得当废铁了，现在我们只有您的电磁步枪和3把备用手枪。哼，你还得感谢他们不识货。要是他们真会用你的机甲，刚才那顿火力超度，倒霉的就是我们了。抓紧时间休息，这片废土上能活下来才是真理。你俩被绑了那么长时间，今晚我来值夜。队长，那怎么行呢？这是我的任务。臭小子，那你困了，记得叫我们。我不管你们了，我快困死了。队长，情况不对。这帮人该死！哼，该死的是他们，谁让他们出卖同族，帮助你们这些异类呢？你们看好了，他们是死于虫族，不是人为的。你们3个异端更加该死，他们俩就是因为帮你们领路，才被虫神咬死。乡亲们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3个异端不仅害死了我们的同族，还想毁了我们的村子。该死！该死！杀了他们！老子先崩了你们这帮刁民！不对劲儿，要么是大军，要么是虫族。兄弟们，别在这帮愚昧的家伙身上浪费子弹了。镇长，虫巢真的来了。来得正好，这些异端的罪名更加坐实了。雷杰，检查补给箱；沈月，监视虫巢动向。队长，坏了！电磁武器的能量块只剩3块了，根本撑不住这么大的虫巢。省着点打，准备迎战。乡亲们，虫神是冲着异端来的，我们站到高土上看戏就行。都别动，不然我一枪打死他。都把武器放下，别乱来。说，黑火药在哪儿？没有啊，我们怎么会有那些东西呢？我再问一遍，在哪儿？没有。镇长，您就说了吧，再不抵挡虫巢，我们都得死。叛徒，不准说。最后一次机会，说实话，你活着；不说实话，你必须死。我说，在谷底地窖中，那是祭祀用的，你们不能。队长，您怎么知道这老小子藏着火药？这个老小子身上有一股火药味，在出事前，他一定偷偷去检查过了。赶紧过去帮忙搬运，否则大家都得死。雷杰，
黑火药按1:3的比例混合，做成迫击炮炮弹。沈月，计算虫巢冲锋路线，找炮击点。糟了，这里没有电和网络，我们的单兵派的只能使用离线模式，根本无法精准标记敌人的位置。迅速标记大概位置。队长，虫巢会从峡谷口的开阔地冲锋，炮击点选在峡谷口的巨石旁，一发就能轰碎先锋。糟了，这不是小型虫巢，很可能有巨型变异兽。这个仇老夫必须加倍报。镇长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慌什么？这不是有那几个异端顶着吗？我们躲在这儿看戏就好了。沈月，报坐标300米，正前方。放！这不可能！机械怎么可能对抗虫神？战神，这才是真正的神器，一炮就打跑了虫巢。雷邪，绕到后方包抄。沈月，继续重置迫击炮。兄弟们，干就完了！今晚必须消灭这帮畜生！是，队长。虫神？虫什么神？他就是一只没有人性的畜生！握紧了，用力，松手！不，我不敢。看到了吧，他不是神，否则怎么会被打死呢？战神大人万岁！我们再也不信什么虫神了！战神大人万岁！队长说的果然没错，都是这个老小子搞的鬼。我没有啊！先把这个老小子绑了，解决完虫巢，再公审他。你叫啊，叫破喉咙也没人理你的。你绑我们的那股嚣张劲儿呢？所有人听我命令，继续驱赶外围的虫族，打到他们再也不敢靠近镇子为止。是，队长。是。队长，有女人的味道。你小子的鼻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使了？这荒郊野岭的哪儿来的？你是什么人？来历不明，小心有诈。真的晕了。先不管他了，击退虫族再说。战神大人，虫巢已经被彻底击退，镇长该怎么处置？你只有一次活命的机会，不说实话，我会让你死得很惨。我哪有什么秘密？没有吗？那俩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战神大人，那俩人是镇长杀的，目的是嫁祸你们，诬赖你们引来了虫神，哦不，虫族。你闭嘴！哼，你们知道了又怎样？这一切都是乌木大长老的主意，你们不可能是乌木大长老的对手。呵呵，乌木大长老是伟大的虫神在人间的代言人，你们全都等死吧！我说过，你只有一次机会，可惜你没有抓住。战神大人，饶命啊！不关我们的事啊！站起来，把那个什么鸟乌木给我说清楚。
乌木是附近最大人类庇护所黎明城的最高统治者，镇长应该是受到了乌木大长老的指使。没了？关于乌木，你们就知道这么一点吗？大长老非常神秘，我们根本接触不到啊。我知道，我被乌木大长老当作叛徒追杀至此，却巧遇虫巢，幸亏被你们所救。不过，你不觉得把一个昏迷的女人扔在一边，自生自灭，你冷酷的有点无情吗？姑娘，我不叫姑娘，我叫艾米。虽然你很冷酷，但是我喜欢。艾米对吧？那个乌木大长老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要追杀你？你不是对我保持高度警惕吗？眼睁睁的看着虚弱的女人倒地，你都不服一把。我说的话，你会信吗？那不是情况紧急吗？但你现在说的话，我信。我偏偏不告诉你。散了吧。队长，我和雷杰先安顿百姓，布置根据地，今后咱们恐怕得长期驻扎在这儿了。队长，我们先忙了，您也忙吧。你俩臭小子，回来！这个，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乌木大长老阴狠毒辣，耳目众多。这里的消息一旦传了出去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对，我赶紧派人封锁消息。队长，您忘了，昨天晚上你就命令过，要提防有人出去报信儿了。就你话多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我饿了，有没有东西吃？让我吃饱了，我才会给你想要的。我去打些野味。队长，早就准备好了，你俩一起烤就行了。你小子怎么也跟雷杰学得这么皮？队长，这次我们真的要去忙了。队长，明日镇中心见喽。变异沙鼠肉敢吃吗？这年头能吃到变异沙鼠肉已经是上等生活了。你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底层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人命在这片废土上连外面的烂泥都不如，没有武器，科技断层，我们只能像牲口一样被圈养，被奴役，被当成安抚怪物的口粮。直到今天，我看到了你们的武器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奇迹，这才是能拯救人类的东西。奇迹谈不上，但我手里的家伙专治各种牛鬼蛇神，就像那个装神弄鬼的镇长，他不听话就用枪让他乖乖听话，实在不听那就让他死。除了像黑石镇这样被深度洗脑的底层废土村落，这片大地上还有其他更可怕的势力。有些人为了在末世活下去，追求畸形的力量，主动注射虫族基因，把自己变成了半人半虫的怪物。我们叫它异化人或者变异兽。还有些人霸占了大灾变前遗留下来的一点点残破装甲和重型机械，成了割据一方烧杀掠夺的军阀。远的不说，就拿最近的势力最庞大的黎明城，也就是下令追杀我的地方。那个叫乌木的老帮菜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乌木是黎明城的最高统治者，他自称是虫神在人间的唯一代言人。他颁布了绝对的禁铁令，严禁任何人触碰旧时代的机械、物理知识和热武器。他到处宣扬大灾变就是因为人类当年滥用重火力，惹怒了神明，才降下重罚。谁敢造武器，谁就是异端，必须受火刑。放屁！如果没有我们当年用重火力压制深渊母虫，人类300年前就灭绝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的先辈，是他们用重火力剿灭了虫族。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所以我暗中集结了一批不甘心当肉猪的人，偷偷收集旧时代的工业图纸，试图重新造出枪械抵抗虫族。可是我们被乌木发现了。玩弄机械的异端，烧死他们，平息虫神的怒火！乌木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信仰，他比谁都清楚虫子是可以被杀死的，他只是害怕。他害怕一旦百姓掌握了热武器，就不再恐惧虫族。他这个所谓神明代言人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，
他也就会彻底失去对百姓的绝对统治权。没错，用虫子的威胁来制造恐慌，再以神的名义施舍庇护，这就是他奴役几万人的手段。为了自己的统治，就让全人类的科技倒退300年。这老东西，我必杀他！黎明城里有几万被深度洗脑的狂热信徒，乌木手里还有支武装到牙齿的神罚禁卫军。你们现在只有3个人，千万别冲动。人少，当年老子带着2个人，就敢往1000万级别的深渊母虫窝里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牛鬼蛇神是一发穿甲弹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用炮轰！告诉我，黎明城在哪儿？100米外。黎明城。大长老，黑石镇方向爆发虫潮，很快就没了动静，要不要派人去打探消息呢？又是黑石镇。前几天报告说有几个玩弄机械的异端，到底烧死了没有？大长老，黑石镇的消息确实不多，属下马上派人去打探。传我命令，让执法队去黑石镇。是。老夫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那几个异端会坏老夫的大事。黑石镇，给。你当我是猪啊？我真吃不下了。这么严重的伤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难道看不见吗？是你根本不管别人死活，直接扔地上的。逃跑的时候中了神罚禁卫军的毒箭。忍着点儿，毒血必须放出来。你对其他女人也这么粗暴吗？在我的队伍里，只有战友，没有女人。睡吧，明天一早赶往镇中心，跟我的兄弟会合。你的枪，你的所有装备，还有你刚才所说的队伍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男人。你笑什么？我不信。不信什么？不信你是个男人。嘿！陈健，你找什么呢？这墙根底下都是以前原住民倒尿盆、堆垃圾的地方，脏死了。脏？在不懂行的人眼里这是垃圾，但在我眼里，这可是能要了乌木老狗命的宝贝。队长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出大麻烦了。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。队长，我们清点了一下物资，黑石镇地窖里的黑火药，昨天晚上打虫潮全用光了。不仅如此，我问过镇上的人，这附近根本买不到火药，火药被黎明城的乌木和几个大军阀绝对垄断了。战神大人，没火药，我们就没法对抗虫族和黎明城的报复啊！我们死定了！哈哈哈哈！垄断300年了，这帮原始人也就只配玩玩这种低级垄断了。雷劫沈月，传我命令，发动全镇男女老少，把镇上所有老房子的墙根、旧厕所底下的土，只要是泛着白霜的，全都给我刮下来，集中！队长，您是说提炼硝酸钾？算你小子没把军校教的知识还给教官。这是……艾米，你是机械师，有基础。听好了，今天我教你这废土上最值钱的配方，记在脑子里，死也不能说出去。1硝2黄3木炭，这是黑火药的黄金比例，它们能垄断成品，
但他们垄断不了大自然。我曾以为科技已经彻底死绝了，直到遇见它，它就像神一样，用最简单的泥土重塑了毁灭的力量。大长老，不好了，黑石阵反了！慌什么？黑石阵阵长呢？阵长被杀了。有3个穿着奇怪盔甲的异端，不仅杀退了虫巢，还蛊惑了黑石镇的刁民。现在他们正满村子刮茅房的墙皮，不知道在搞什么巫术。异端，又是玩弄机械的异端。还有那个叛逃的艾米，是不是也在那里？都在。传神罚将军。大长老有何吩咐？点齐2000神罚禁卫军，立刻荡平黑石镇。凡是沾染了异端巫术的人，一个不留，全部绞死！遵命。完了，是神罚大军，2000人，我们才几百个老弱病残。2000只拿着烧火棍的猴子而已，也配叫大军？沈月，陷阱布置好了吗？队长放心，全镇的街道都已经布置了鬼雷，包他们有来无回。雷邪，带非战斗人员撤入后山防空洞，其他人跟我后撤，放他们进阵。今天我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现代巷战。哈哈哈哈！一群懦夫，听到我神罚军的名号，全吓跑了。给我搜，把那几个异端抓出来点天灯。没人，搜地窖。出来，有种出来单挑！用这些下三滥的巫术算什么本事？在战争中，只有死人和活人，没有单挑。现在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快撤！找出口突围！将军，我们1天没喝水了，所有的水井都在村外呢，冲不出去啊！巷子口全被他们的雷霆神器封锁了，出去就是死。不要慌，虫神会庇佑我们的。等明天一早，我们结阵冲锋。陈健，为什么不直接开炮把他们全炸死？杀人诛心，如果全杀了，黎明城只会觉得他们是战死的。我要摧毁的是他们对乌木和神明的信仰。断水断粮，加上黑暗中的恐慌，到了明天，这帮狂热的信徒就会变成任人宰割的羊羔。扔掉武器，跪地投降，给你们一口水喝，否则杀无赦。我投降，求求雷霆之神给我一口水。不许跪！你们背叛了虫神！打扫战场，收缴武器。队长，太爽了！没费一兵一卒，白捡了1000多个壮劳力和这么多废铁武器。队长，这批人怎么处理？如果放回去，乌木肯定还会派更多的人来。黎明城毕竟有几万人。
谁说要放他们回去了？我们要跟着他们，一起回去。陈杰，你疯了！黎明城是乌某的大本营，防守森严，你们3个人怎么打得进去？硬打当然费劲，但如果是凯旋而归的神罚军呢？雷杰、沈月，挑几件合身的衣服换上。艾米，还得委屈你一下，扮演一次被捕的异端叛徒。我们要给乌木老狗送一份大礼。只要能弄死乌木，别说演戏，让我真死都行。神罚大军凯旋了，打开城门！雷杰，进城后控制城门绞盘。沈月，去寻找制高点掩护。我直接押着艾米去见乌木。艾米，你这个叛徒，最终还是落到了本座的手里。乌木，你的谎言迟早会被拆穿的。人类会重新掌握科技，你的末日就要到了。科技，简直是笑话！来人，把这个满嘴胡言的异端拉去外面的祭坛，立刻执行火刑，献给虫神。老东西，你的末世不是迟早，而是现在。你是什么人？神罚将军呢？那个满脑子肌肉的白痴，估计这会儿已经被变异野狗啃干净了。大胆狂徒，竟敢亵渎大长老，杀了他！杀！这就是你们口中触怒神明的力量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你用谎言奴役了全城百姓，今天我就亲手扒了你的皮！刁民，你们在看什么？快杀了这个异端！虫神会降罪的，虫灾会毁灭你们所有人！谁敢动，老子送他去见虫神！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，这个天天拿虫神吓唬你们的老东西，他的刀枪不入呢？他的神罚呢？大灾变不是神明的惩罚，而是异族入侵，是我们人类的先辈用你们眼中的异端武器打退了虫子，才让你们苟活到今天。乡亲们，他只是为了垄断权力，不让我们制造武器，让我们永远做虫子的口粮和他的奴隶。大长老，真的是骗我们的？我没有骗你们，我是神明的化身。你杀了我，虫群一定会把黎明城夷为平地。那就让虫子来找我。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，而我就是真理。去地狱里，给被你烧死的人赎罪吧！死了，骗子死了，我们不用再被奴役了！战神万岁！走，全面接管黎明城，开造！我要造出真正的雷霆神器。我信了。信什么？信你是男人。你说啥？他说信你是男人。哼，乌木这老小子倒是挺会享受，外头百姓啃土，他在这玩皇宫。在废土这样的房间，只有神才能住。你现在就是黎明城的新神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，只要招招手，明天这寝宫就能塞满。神，老子没兴趣，我只信真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来为这片大地带来黎明。这破石头吸了你们祖祖辈辈多少血？今天给老子拉倒他！1、2、3，拉！
异端，他们亵渎神明，整个黎明城都会跟着陪葬。这是乌魔大长老生前密制引虫散。没错，这帮蠢民不是不信神了吗？那我们就去城外最大的虫巢撒下这粉末。我要让虫神亲自降下神罚，撕碎陈剑，撕碎他们所有人。伟大的虫神，请您降下虫罚，严惩那些愚蠢的子民吧，特别是黑石镇。听说战神大人占领了黎明城，你说还会管咱们吗？当然会啊！战神大人临走前还特意培训咱们如何防备虫族呢。不好，是虫族！天哪，从未见过这么大规模啊！赶紧通知乡亲们撤，去黎明城求战神大人！虫族来了！虫族来了！队长，是黑石镇的乡亲们，后面跟着起码上万只深渊虫族。虫巢规模太大，如果现在开城门，防线可能会被冲破。只要是我陈剑护着的人，哪怕是天塌下来，也得给老子接进城，开城门，迎难民。神月、雷劫，火力覆盖。队长，我这改进版的迫击炮派上用场了。战神大人，自从您离开黑石镇，我们每天都在想念您呢。是啊，战神大人，求您收留我们吧。黑石镇已经被虫族占领了。乡亲们放心，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。至于黑石镇，我一定会替你们夺回来的。人类的家园，绝不允许异族玷污。战神大人万岁！战神大人万岁！队长，今天的活力消耗有点大，咱们库存不足了。压力给到了艾米，这丫头可是连续几日没休息，建造了土法高炉，正在跟我学炼铁呢。是啊，多亏了嫂子。别瞎叫，队长。您就别装了，嫂子都跟我们说了，您是真男人。行了，别贫了，你俩安顿好百姓，统计生活物资，记住，不能饿到任何一个人。队长，这不是长久之计啊，城里会吃空的。所以啊，赶紧造武器，老子要把这些虫族全都消灭。我去兵工厂看看，你们俩挑选精壮男子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训练一支新军。陈剑，根据你的图纸和冶炼参数，第一台水力驱动的简易冲压机床已经运转了，我们正式拥有地下军工厂了。干得漂亮！我要让这满城的百姓人手一把枪，把恐惧变成子弹打出去。但是城里的煤炭快用完了，所以啊，咱们必须从虫族手中夺回黑石镇。我这2天研究了黑石镇历史，地下蕴藏大量煤炭，但是这次虫族倾巢出动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对付。放心，老子能灭他们第1次，就能灭他们第2次。只要有我陈剑在的地方，就不允许有虫子。干吧！快装弹，上膛！全体都有，举枪，瞄准前方虫族草人，开火！哦，快吧！
这铁疙瘩吃人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图纸明明没有错，抽样参数也是对的。图纸没错，是材料。废土上捡来的破铜烂铁杂质太多，硫和磷超标，钢材太脆，根本承受不住火药的疼压。快送他们去医治。陈坚，我错了。也许废土的条件根本就不配拥有刃武器。收起你的眼泪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科技是在失败中爬出来的，不是哭出来的。立刻去想办法脱硫提纯。队长，坏事了！城里的探子汇报，今天炸堂的事传开了，城里人心惶惶。最要命的是，救命！虫子进城了！队长，我掩护你，别开枪，会炸堂。娘的，真够劲儿！沈月，带伤员撤！这帮畜生是冲着血腥味儿来的。没有枪，老子一样是你们的祖宗！小心，他要喷射腐孙！别愣着了，振作起来！枪不管用，人类还有智慧。是，我的王。你们看到了吧？陈建一推倒神像，虫神就发怒了。黑石镇的灾难就是他们引来的。他们在城里造那些铁疙瘩，只会激怒神明。快把陈建赶出去，把那些异端交出去，我们才能活命啊！你们这些人整天跟着那些异端混，真的不怕虫神降临人间，全家遭难吗？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才是愚蠢，连谁是异端都分不清。杀人了！那些异端开始滥杀无辜了！伟大的虫神啊，快点把那些异端带走吧！队长，城里流言四起，很多老百姓被吓破了胆，甚至有人要求砸了我们的地下兵工厂。再这么下去，必定引发大规模哗变。防守永远是被动的，走，去广场，交出异端，砸毁机械，向神明赎罪。赎罪？跟一群只知道吃人的虫子赎罪？你们的骨头就这么软吗？你们以为躲在城墙后面，磕头求饶就能活命？今天，我不仅不交出机械，我还要带你们去端了外面那个最大的虫巢。我要让你们亲眼看，到底是谁在降下神罚。主动去打虫巢，这在废土300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疯子行为。但是如今不一样了，我们有了战神，还有了武器。第一批火器全员列装完毕，拿上你们的武器，跟我出城见证真理。全体都有，呈战术射击阵型，让这帮畜生尝尝什么是文明的骆驼。开火！重炮组，给老子轰！战神万岁！战神万岁！战神万岁！战神大人万岁！战神大人万岁！
打倒祭司，审判罪人。战神大人，我们错了，饶命啊，大人！是他用药粉把虫族招惹来的。战神大人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战神大人，就是这几个神棍造谣生事，差点害死我们，求您开枪杀了这群异端。杀他们，那是浪费老子的子弹。把这几个废物绑上，带路。今天我要直捣黄龙，直接抹平整个冲朝。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信仰的神是怎么变成灰的。战神大人，黑石镇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不怕死，我们要跟着您夺回我们的家园。好，带上火器，全军出击。队长，敌方母体位于12点钟方向的废矿坑中心，距离800米，风速3，适合重火力覆盖。收到。雷杰，坐标800，全火力延伸。艾米，带火枪队封锁2翼，一只虫子都不许放跑。哈哈哈哈！瞧好吧，您嘞！炮兵组装填，放！我们错了，求原谅啊！战神大人，求您做主，都是因为他们毁了我们的家园，我们要烧死他们！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好样的！不要啊！救命啊！队长猜的没错，黑石镇地下藏着优质煤炭矿脉。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有了这批煤，黎明城的地下兵工厂就能敞开了造。老子要造出真正的钢铁洪流！还有漏网之鱼，火枪队给老子射成筛子！没用，战神的武器打不穿他们，虫子变异了。退后！全给老子退后！老子就算用牙咬，也要咬死你这畜生！啊！雷杰，队长，对不起，黑火药火冲，打不穿这帮畜生了，他们在进化。黑火药打不穿，那是口径不够大。艾米，放弃轻武器量产，我要造炮，能一发轰碎这帮变异畜生复合甲的重炮。是。队长，万幸避开了大动脉，他身体素质异于常人，休养一阵就能恢复。用最好的药，派一个班的兄弟死守这个帐篷，连只苍蝇都不准放进来。是。别太自责了，如果不是你最后那枪，我们今天连退回死亡峡谷扎营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已经让人把那只变异虫的甲壳切下来一块带回去，只要分析出它的硬度和材质，我保证一定能把你要的重炮造出来，轰碎它们。这段时间把你们逼得太紧了。A 姐这里暂时没事了，走吧，陪我出去透透气。还记得这里吗？那时候我满身是血的倒在这里，你像块冰冷的石头一样，连扶都不愿意扶我一把。因为我知道能在废土上活下来的女人没那么脆弱。陈建，你给了我们武器，给了我们尊严，你不仅是黎明城的神，也是我的神。7日后雷杰伤好后，我们班师回黎明城。那这几日你都属于我的，我也只属于你。战神大人无为，我们愿举族归顺黎明城，尊您为废土之王。队长，这些都是附近村镇的首领，他们听说了炮轰虫巢的神迹，纷纷带着物资和人口要咱们入伙呢。我陈建不称王，从今天起，这里没有奴隶，没有虫神，我们要做的是用钢铁和火药夺回属于人类的地球。来了就是家人，进城！战神大人万岁！火器只是保命的底线，想要真正站稳脚跟，光有枪不行，我们得有血脉。血脉？对，工业的血脉，电和热。雷杰，你带上500精壮劳力，带上改良的黑火药，重返黑石镇后山矿区。我要煤，源源不断的优质煤炭，
是，队长，保证把那座山挖空，让煤炭像河水一样流进黎明城。沈月，发挥你的统筹能力，用你的单兵派的离线测绘黎明城的全貌，带人去废墟里挖，把以前埋在地下的旧电缆、废铜烂铁全给我刨出来，重新熔炼拉丝。我要你在3天内给全城铺设出一张简易电网。明白。基础电网和供暖管路布局交给我。艾米，你的任务最重，兵工厂暂停造枪，全力配合我造一台心脏。心脏？一台蒸汽轮发电机。陈健，就靠烧煤煮水，真的能弄出你说的电？听好了，这叫火力发电。第一步，用黑石镇煤把高炉里的水烧开，产生极高压力的蒸汽。第二步，把高压蒸汽导入轮机，蒸汽的冲击力会推动那些铁叶片进行高速旋转。我懂了，然后用轮机的轴连接这堆铜线圈，让它在我们的废墟里挖出来的重型磁铁中间旋转。聪明。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，就会产生电流，这就是法拉第电子感应定律，旧时代文明的基础魔法。沈月，各区管线反馈。雷杰，蒸汽轮机转速。队长，主干电网畅通，锅炉余热已经导入全城循环水暖网，满负荷运转。队长，随时可以供电。这拉开新时代大门的一下，你来。亮了亮了！这战神大人太神了！热的，这铁管子竟然是烫的，不用生火，屋子里像春天一样。这不是火把，这是真正的太阳啊！战神大人把太阳挂在了我们屋里。这才刚刚开始，我要让这座城成为深渊虫族和所有牛鬼蛇神的禁区。长官，您快看，黎明城的方向。慌什么？乌木那个装神弄鬼的老瞎子还能翻了天不？电灯，这不可能！马上汇报泰伦统帅，黎明城里出了个掌握旧时代科技的神仙。泰伦统帅，昨夜黎明城方向爆发出漫天白光，宛如白昼，他们绝对掌握了旧时代的电力科技。电力，乌木那个装神弄鬼的老废物死了，倒便宜了一群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杂碎。传我命令，派使者去黎明城，告诉他们交出所有的发电设备、图纸和新管事的头颅。黑钢大军可以大发慈悲，收编他们当奴隶。黎明城的刁民听着，伟大的泰伦统帅下令，限你们日落前交出所有科技设备，无条件接受黑钢军团的收编，否则我们的钢铁洪流将把这里碾成平地。钢铁洪流，开着几辆300年前的破铜烂铁，也敢在老子面前提装甲？你就是心管事儿的，你敢拒绝泰伦统帅？我们有装甲车，有动力锤，你这是找死！滚回去告诉那个叫泰伦的蠢货，我陈健不接受收编，我只接受臣服。他要么自己滚过来跪下，要么我亲自去把他的基地炸上天。哼，雷杰，放他们滚！泰伦是距离我们最近、最凶残的军阀，你激怒他的使者，还放他们走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我是故意这么做的，只有让泰伦大军全军出动，我才能一举歼灭。全军备战！我要给这群废土上的土包子好好上一课，教教他们什么才叫真正的钢铁洪流。遵令。
统帅，那小子不仅拒绝交出科技，还大言不惭说只接受您的臣服，他还要您亲自去下跪，否则就炸平我们的基地。狂妄！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，仗着捡了几件旧时代的破烂玩具，就敢挑战老子的权威！传我的死杀令，启动所有重型装甲，把压箱底的燃烧弹都给我搬出来！我要把黎明城烧成玻璃渣，把那个姓陈的骨头一寸寸碾碎！踏平黎明城！踏平黎明城，抢光所有的发电机，鸡犬不留！出发！黑钢军团全军出动了，泰伦带了3辆旧时代装甲车和5000雇佣兵，明天就会抵达绝望峡谷。3辆破车也敢叫全军出动？明天我会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微操战术。每次大战前你都这么冷静吗？因为我知道我的枪管比他们的骨头硬。明天老子打下黑钢军团，送给你当兵工厂的分基地。好，我要你活着回来，做我一辈子的神。冲过去，踏平黎明城！队长，敌军已全部进入口袋镇，装甲车在最前方。他们以为躲在铁壳子里就无敌了？在现代战争里，没有制空权和信息权的装甲就是活棺材。雷杰，给他们上第一道大菜——断腿。嘿嘿，让他们尝尝煤矿和焦土混合特制的定向反坦克地雷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巫术炸药？稳住阵型！海伦，现在跪下，我留你全尸。给我开火，用动力锤砸碎他们！沈月，收网，让他们尝尝黎明城的特产。收到，我早就按照队长吩咐，在峡谷两侧的岩石下拉满了从黎明城接出来的裸露高压电缆。他们竟然能控制雷电！怪物，他们是怪物！我不服！陈建，有种你下来跟我单挑！老子是废土上最强的肉搏之王！单挑，成全你！给我死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的力量落后的不只是你们的科技，还有你们的脑子。现在告诉我，谁收编谁？我投降，黑钢军团愿意臣服。雷杰，带人接管所有装甲车残骸和武器物资。沈月，把这些俘虏全部押回黎明城，打散编入劳工营。是，队长。是，队长。战神万岁！战神永不小敌！乡亲们，我们有煤矿，有电力，现在又有了泰伦的工业物资。下一步，造出真正的重型主战坦克，让深渊虫族见识一下什么叫人类的钢铁暴怒。队长，泰伦这老小子车里居然有个奇怪的黑匣子，看着不像是废土的产物。微型 EMP 爆弹，趴下！处于断电状态，四肢关节液压已锁死。队长，机甲主板烧毁了。没了这身乌龟壳，你就是个废物。财团买你的命！谁告诉你，老子只会靠机甲的？
哼！队长，你这肉身战力，过度依赖电子设备的武器，在废土上就是致命隐患。我们需要纯机械、抗干扰的钢铁巨兽。去兵工厂找艾米，老子要造出纯机械蒸汽坦克。我们需要按照这个图纸，把这个零件做出来。好的，我明白了，你真的做到了，连泰伦军阀都被你踩在了脚下。我说过，这只是开始，更远处还有更凶残的军阀势力，我不会允许他们活着，因为他们不会允许我活着。这是从泰伦军营中收缴的旧时代机床图纸，还不够完善，但我会给你绘制更加先进的图纸。我懂了，开干！小心点，这些可是战神大人点名要留的造大机器的底盘。泰伦统帅不能白死，今天就让黎明城彻底变成瞎子。停电了，怎么回事？虫神发怒了，发电机炸了，大家快跑啊！队长，主电网被炸断了，备用电源启动至少需要10分钟。这不是意外，是人为破坏。艾米还在里面。队长，是高阶变异兽影蛛，我那边把城外的怪物放进来了。天才机械师，没有了陈建和那些铁疙瘩，你也就是个娘们儿。陈建，闭嘴，躲好。沈月，封锁兵工厂大门，绝不能让这畜生跑到地面上去伤百姓。哈哈哈哈哈！战神没了枪，你连虫子都不如，死吧！哼，谁告诉你，老子只会玩枪的？是。艾米，3号机床，手动液压阀。谁？压碎他！别杀我，战神饶命！还有谁觉得老子手里的枪只是摆设？战神万岁！誓死追随战神！你是个疯子！发电机修好的，老子要造出真正的钢铁神牛。钢铁神牛那是什么？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战争越来越多，我得让战士们吃饱肚子。所以啊，在造枪造炮的同时，我要造蒸汽旋耕机，把外面的地全都翻过来，种粮食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把缴获的泰伦装甲车残骸送入熔炉，这些破烂玩意儿只配炼体。用泰伦的装甲车底盘和蒸汽轮机，就为了改造出这么个奇形怪状的机器。它的炮管呢？这叫蒸汽附带式旋耕机。打仗是为了活命，但活命得先吃饭。这地硬得像石头，等种出粮食，大家早就饿死了。战神大人来了，欢迎战神大人！天哪，
这是神牛！战神大人造出了会翻地的钢铁神牛！乡亲们，像这样的神牛还有10几台，会陆陆续续的送过来，数千亩土地，只需要半天时间，就能耕得整整齐齐。谢谢战神大人！战神大人万岁！乡亲们快起来！我陈建不吃这一套。战神大人，您不仅救了我们的命，还让我们吃饱了肚子，过上有光有热的生活。您就是我们的王！哎，都说了，我不当王。队长，地势翻好了，但我盘点过物资，城里根本没有足够的高级种子，更没有能让作物在废土存活的特种化肥。去哪儿能弄到？100里外的黑金财团，他们垄断了周边所有的农业物资和净水设备，只换取高阶重合或者黄金。垄断？在我的字典，没有买不到的东西。如果有，那就是口径不够大。3天后，带着艾米新制造的加特林，给那些财团们好好上一课。嫂子威武！你就是黎明城那个新管事的，几车破煤炭就想换我的特种种子和化肥，打发叫花子呢？煤炭用来发电，现在的黎明城有成熟的电力系统，这笔交易你不亏。哈哈哈，电力正好，我要你们把发电设备和图纸全部交出来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赏你们几袋发霉的种子，否则我一根麦穗都不会卖给你们。我要让你们黎明城活活饿死！给我赶出去！滚吧，乡巴佬！真以为打败了泰伦那种没脑子的军阀，就能挑战我们财团的底蕴？我今天来是通知你重新分配废土的资源，不是来求你的。雷杰，卸货！老子给你们脸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种子、化肥、净水器全给你们，要多少拿多少。早这么痛快，不就结了？你们这些有钱人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？陈队长，您慢点装，库里还有管够，您小心。只要您满意。这些都是黎明城的，都是黎明城的。收工，撤！陈建，你抢我的资源，断我的财路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带上这些黄金，去废土深处，去请血狼联盟，告诉他们，黎明城有吃不完的粮食和电力，只要他们出兵。我愿意奉上黑金财团1半的家底。远水劫不了近火，这一来一回，加上大军集结，至少也得半年时间了。我不管，不管多久，不论多远，我都要陈建去死！陈建，我要你死！乡亲们，半年时间内，我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得饱，穿得暖。开干！开干！乡亲们，从今天起，废除重申历法，重启我们人类旧时代的公元纪年。今天就是公元2407年，黎明元年。战神大人万岁！火控系统的齿轮咬合还有问题吗？废土的精密仪器太少了，但我用财团抢来的那些设备，配合你给的参数，做了机械式的火控替代方案。虽然笨重，但绝对耐造。等这台真正的钢铁巨兽组装完毕，这片废土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挡我们了。队长，出大事了！财团雇佣了更远处的血狼联盟，超过1万人的联合大军正向黎明城急行军，5日后便到。而且摄成像显示，他们不仅有大量的旧时代火炮，甚至还有几辆轻型坦克。来得好快！
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钢铁巨兽吧。我的王，请放心，我马上连夜赶工。履带传动系统确认，齿轮咬合完美，动力全开，能碾碎一座山。主炮管升降测试，手动液压装置正常，125毫米滑膛炮，随时可以吐出真理。血狼联盟，我要让你们变成死狗！城里的刁民听着，交出陈建，交出兵工厂，男的出来当奴隶，女的排好队伺候爷爷们，否则老子的火炮一响，让你们全都去见虫神！想抢我们的粮食，想回我们的家，做梦！我们只信战神，跟这帮杂碎拼了！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炮兵，给老子把城门轰开！哈哈，联军那几辆轻型坦克，在这尊真正的钢铁巨兽面前，就像是玩具一样可笑。这是什么怪物？今天就让你们这群捡破烂的土包子见识一下，什么叫人类的钢铁暴怒！不要啊！怪物，那是神罚的怪物！跑啊！不要乱！他们只有一辆车，给我集火炸掉它！既然找死，那就成全你们。哈哈哈，队长，这帮家伙吓尿了！弃军出城，全面收编，降者勿杀，顽抗者，这片废土就是你们的坟墓！雷杰，这上万人不能白养，把他们打散充编，送到矿区和外城建设工地去。我要榨干他们最后一丝价值。明白，队长。那血狼军阀的老巢怎么办？老规矩，你亲自带一队人马，立刻赶往血狼大本营，粮食、军火、净水设备，甚至哪怕一颗生锈的螺丝钉，都给我搬空，一点渣都别给其他势力留。得嘞，抄家这活儿我最熟。保证连他们基地墙上的地砖都叫回来。说吧，血狼是个没脑子的蠢货，凭他一家，聚不齐这么多势力，是谁给你们出的钱，让你们来打我黎明城的主意？我说了能活命吗？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我说，是黑金财团。是黑金财团的特使找到了我们，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粮食，还许诺只要打下黎明城，里面的科技图纸归他们，人口和物资全归我们。黑金财团，他们既然敢伸爪子，那整个黑金财团就没有必要在这片废土上存在了。还我命令，大军休整3小时，3小时后机动部队开拔。目标：扫平周边所有财团势力。战神大人，我错了，我把所有的粮食、化肥、净水器全都上交，求您别开炮。我给过你机会，
既然你们这帮吸血鬼不懂事，那我就用口径教你们懂事。沈月，全面接管财团所有物资，一粒粮食都不准给这帮军阀留，全部分发给周边的平民。是，请队长放心。随着财团的覆灭，黎明城彻底成为方圆千里内人类唯一的圣地，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做好清点和安置工作，人越多，危机越多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队长，最近1周涌入黎明城的难民超过了10万，周围几百里的幸存者几乎全来了。只要是人类，黎明城就收。让艾米扩大地下兵工厂的招工规模，以工代赈。那是饺子。老人家，你捏的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回大人的话，这叫饺子，是我们老家的习俗。只有在过春节这种大日子，才舍得吃上几个。快，把老人家请到大殿。老人家，你说的春节还有这饺子，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不是学来的，这是祖辈传下来的。我不是这附近的人，我是从昆仑基地出来的。啊，昆仑基地？1年前，昆仑基地遭遇100年不遇的虫巢围攻，物资断绝。我作为搜救队员被派出来寻找生机，却在风暴和各大军阀的混战中迷失了方向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我们昆仑的人写方块字用旧历法，我们的首领说，只要这字不断，这节气不忘，咱们华夏的魂就还在。原以为这世界只剩废土与蛮荒，没想到华夏的文明竟然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硬生生地扛过了330年的黑暗。老人家，昆仑基地现在怎么样？既然有文明传承，为什么不扩张？战神大人，求您救救昆仑吧！我们不仅要面对深渊虫族的无尽围剿，1年前西方那边还崛起了一股极其强大的异国军事势力，他们武器先进，手段残忍，正在不断地挖缩昆仑基地的生存空间。昆仑快撑不住了！异国军事势力在这科技断层的废土哪里来的先进武器？莫非是他？1年前不就是我们一起穿越来的时间吗？莫非安娜那个贱人也一起来了？我老了，我没用，我这辈子哪怕死，也想再回昆仑看一眼啊！老人家，别哭，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带你回家！拯救昆仑绝不能是头脑发热的冲锋。异国势力既然拥有强大武力，贸然大军开拔等于送死。沈月，到，我给你配备最新研发的隐形微型侦察机和最精锐的侦察小队。我要你顺着老人提供的线索，向昆仑方向进行地毯式摸排，摸清敌人的兵力、火力和虫巢分布。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找不到昆仑基地，我提头来见。全面备战，挽救华夏文明，撕碎了安娜。前仇旧恨，我们总该算个总账了。雷杰、艾米，这3个月把黎明城所有的资源倾注进兵工厂，我要建立一支真正的钢铁集团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3个月后，大军开拔，华夏的文明，老子来守。
我找那个昆仑来的老人家问了配方，又用财团换来的精面，试着做了这个叫饺子的东西。你亲手包的？老人家说，你们华夏人过年吃了饺子才算团圆。在这个世界，黎明城就是你的家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难为你了，堂堂机械天才，连精密火控系统都能搞定，却被几个面团难住了。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看我们的家。吃了昨晚那顿饺子，我现在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气。算算时间，沈月带着侦察小队出去摸排昆仑基地的线索，已经快2个月了。这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放心吧，他可是你最得意的侦察与战术专家，无论多危险，他都能把情报带回来。没有消息就是最危险的消息。面对能把昆仑基地逼入绝境的异国势力，现有的火力远远不够。走，去兵工厂。在沈月把坐标发回来之前，我要把黎明城的重火力网再往上砸一个量级。遵命，我的王。怎么回事？嫡喜？不是嫡喜，是沈月，他离线发送了微波卖出信号，信号极其微弱，附带了一段加密影像。立刻解析，投射到大屏幕上。队长，那不是虫子，那是旧时代的机械，而且比我们的先进的多。白头鹰是英国特战队的标志。英国？那是谁？一个卑鄙无耻的背叛者。看来330年前跟我一起穿越的不止我的补给箱，还有那条毒蛇。雷杰，把暴风雪多管火箭炮的口径再给我扩大1倍。既然老熟人也在，我得给他准备一份大礼。我该怎么做？跟我来密室，我要量身定制升级版外骨骼装甲。不愧是天才机械师，只要我一说，你便懂。因为我们是战友，我当然得懂你。你的肌肉密度比以前更夸张了，做的卡扣必须全部重做。弧度刚好，快去焊接，大军出征再起，别耽误正事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做。这身新皮真带劲，嫂子，你的手艺没得说。队长现在就像一尊活着的钢铁战神。那当然，我在装甲夹层里加了财团那些高纯度合金，防御力提升了3倍，就是为了让他能在昆仑基地的战场上全身而退。距离沈月带着侦察小队出发，刚好整整3个月了。是啊，按照计划，他如果是为了规避敌方的电磁扫描，采取物理接力的方式传回信号，今天也该到边界了。这种等待比杀敌更折磨人。全军的火炮已经校准，蒸汽坦克的锅炉也没熄火。我陈建绝不能让昆仑的老家底在咱们这代人手里断了。黎明城所有的眼线都撒出去，只要看到沈月的信号灯，立刻开门接应。是沈月，开城门，快开城门！我找到了昆仑基地的坐标，敌人的火力配置全在里面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队长，他们有半机械变异兽，昆仑撑不了多久了。好兄弟，剩下的交给我，你好好养伤。全军列阵！3个月前，我们承诺要送这位老人家回家。今天，
昆仑基地正在遭受异端和虫族的屠杀，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，华夏的文明绝不允许任何人践踏。黎明城所属，目标昆仑，全军出击，神等杀神，佛等杀佛。队长，前方10公里，进入峡谷隘口，热成像显示有大量不明高热源反应，是埋伏。埋伏，在绝对的火力面前，一切战术都是笑话。不管黎明城来多少人，今天都得死在这儿！放机械虫！雷杰，让这帮井底之蛙听听什么叫华夏的怒吼！暴风雪火箭炮，10个级数，全覆盖洗地！开饭了，孙子们！放！履带碾过去，一个不留。下一站，昆仑。兄弟们，煤弹完了就上刺刀！昆仑身后是华夏最后的火种，人在阵地在，死战不退！死战不退，华夏万岁！黎明城陈建，奉命带你们回家，全军冲锋，给我把这群杂碎碾成肉泥！玩玩具枪的娘炮，尝尝老子纯正的工业暴力！重炮组，坐标延伸，徐进弹幕，给老子把外围的虫巢炸平！老李，你还活着？指挥官，我把救兵搬回来了，咱们华夏有救了！原华夏特战大队，代号穿甲弹，陈建，信不辱命。您果真是300年前的前辈，可是您……这些以后再详说。我们面对的敌人超乎寻常，既然他们在半路埋伏，显然是知道我黎明城的存在。况且，幕后还是一个极其阴险狡诈的老对手。既然是前辈到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昆仑基地的指挥权归您，请下达命令吧。指挥权不重要，华夏文明的延续更重要，所以还是听你指挥。我早就听说过黎明城的奇迹。我也看出了你身上流淌的是华夏族的血。既然你知道华夏文明的延续更重要，那就应该当仁不让。好吧，救救华夏，共赴国难，迅速清理战场。你们这些废土上的低等老鼠，竟敢摧毁伟大的白头鹰联盟的先遣军！我们的安娜女王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，你们等着被屠族吧！死到临头还敢跟老子装逼？队长，我一枪崩了这金毛犬！你刚才说你们的女王叫安娜？怕了吧？安娜女王是废土唯一的神，她掌握着最高阶的半机械虫族基因。回去告诉你的神，洗干净脖子等我。哦，抱歉，你回不去了。反派死于话多。雷杰，把这台废铜烂铁里的通讯模块给我拆下来。沈月，你伤势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？
队长，您了解我的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兄弟冲锋陷阵，而我躲在后方，您还不如杀了我。队员沈月，请求队长分配任务。队长，这小子又犯倔了，您就成全他吧。好吧，你俩分工合作，收缴敌军物资，把从黎明城运来的物资分发给昆仑基地的同胞，让大家先吃饱饭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我呢？你在为自己的同胞家人作战，难道我不是你的家人吗？傻丫头，你当然也是。走吧，带你见识见识我们的新家，见识见识我们的华夏故国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在今天之前，他们连饭都吃不饱，随时可能被外面的怪物撕碎。为什么还要学这些？因为这是华夏的古写，只要这些字还有人认得，这些声音还在传唱，哪怕身处最黑暗的废土，我们就依然是人，而不是只知道简单苟活的野兽。姐姐，吃。我刚才去参观了他们的图书馆，虽然只有几百本破破烂烂的纸质书，但他们把那些叫唐诗宋词的东西当成宝贝一样供着。这群人真的很伟大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没有了文化和历史，人跟外面的虫子就没区别了。这片文明值得我拿命去守，你也是。艾米已经对拆解下来的英军通讯模块进行了反向破解，立即强行接入对方的主通讯频段。收到。先遣军怎么断联了？昆仑那群老鼠清理干净了吗？清理得很干净，连带着你的那群金毛走狗一起。陈建，这不可能！你在那场爆炸中应该已经灰飞烟灭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，还保持着当年的容貌？我们不仅活着，还要把你这300多年欠我们的债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安娜，洗干净脖子，当年你欠华夏的，欠全人类的，我陈建这就来亲手送你下地狱。陈建，他凭什么还活着？他凭什么还能拥有那么强大的火力？安娜，我的盟友，那所谓高等人类的骄傲，似乎被一只300年前的幽灵吓破了胆。厄尼尔，你根本不懂那个男人的可怕。只要他手里有枪，他就能创造奇迹。奇迹，在绝对的深渊进化面前，钢铁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。我拨给你一对暗影毒蜂，那是融合了你们白头鹰隐身科技和深渊基因的完美杀戮兵器。去砍下他的头，献给虫神。陈建同志，昆仑基地3万军民从今天起全部交由你指挥。老赵，华夏的火种既然保住了，接下来就该让这火种燎原了。雷奇，把黎明城的兵工厂产能开到最大，武器全部空运或陆运，支援昆仑。沈月，把昆仑的外围防御网全部换成黎明城的电网和热成像雷达。有生之年，竟然还能看到咱们的部队这么阔气的打仗。这些还不够，艾米，我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在昆仑基地重建大型兵工厂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，我马上行动。我来领路。虽然咱们昆仑基地的车间很落后，但是勉强还能凑合。先吃饭，你已经连续工作14个小时了。安娜手里的科技领先废土太多，我必须把我们的防空火力射程再提高30%，不然面对高阶虫族会吃亏的。我知道，你故意激怒安娜，
是因为你太了解他了，他一定会拿出所有底牌来跟你对决的，所以咱们这次必须斩断他所有退路。你果然是最懂我的女人。张嘴。战神大人亲自喂饭，这待遇要是让外面的帮星君看到了，估计下巴都要惊掉。在外面我是长官，在这里我是你的男人。有东西进来了。光学隐身，在老子的热口相面前，你们就是夜里的几千瓦大灯泡。关门打狗。科技是进步了，骨头还是这么脆。雷劫，清场。安娜不仅给虫族加上了光学隐身，这甲壳里竟然还融合了钛合金，普通的125毫米滑膛炮，在远距离很难做到一击必杀了。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威慑力。陈健同志，其实昆仑基地一直守着一个300年前的秘密，因为没有足够的能源和权限，我们从来没敢动过它。但现在你是基地的最高指挥官，你有权知道。我的天哪，这是旧时代的战略级电磁轨道炮！330年了，华夏的这声怒吼一直憋在地下，我们缺乏技术和配套设施，憋得太久了，也该让外面的侵略者听听什么叫绝对的真理了。艾米，在，把黎明城支援来的所有核能电池和高压发电机组全部并网，我要在2天内让这尊大佛重新睁开眼睛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警报！警报！信息！警告！超导阵列过载。不行，300多年的线路老化太严重了，强行并网引发了电阻反噬。如果要更换超导线圈，纯手工波线重建，最快也需要5天。5天？队长，我们没有5天了。安娜那个疯女人切断了黎明城的补给线，她带着主力大军杀到了。陈健，你的黎明城已经被我的人截断了后路。昆仑是一座死城，放弃抵抗，向我臣服，我可以留你苟活。我的势力10倍于你，拒不投降，踏平昆仑。300年前，你背刺盟友，是我华夏剿灭了虫族，功劳却被你抢了。300年后，你勾结虫族，背叛全人类，新仇旧恨。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，安娜，老子就在这儿，有种你踏过这道墙试试。背刺你们又如何？人类根本不是伟大虫族的对手。300年前，即便你们华夏暂时打赢了虫族，最终人类不还是被虫族统治了吗？说得太对了，我们拥有更长的寿命，更强的力量。安娜加入之后，就是主动计划最好的例子。你看看如今的安娜多么强大，再看看你们，可怜的人类肉身不堪一击。闭上你臭嘴，有种就踏过这道城墙试试。冥顽不灵，厄尼尔，碾碎他们。老子弄死你们！雷杰，撑住！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来不及接线了！所有昆仑老兵听令，用手、用身体，死死给我压住导电铜牌！
用我们的命给电磁炮做人肉稳压器！不要，臣妾不会同意的。华夏万岁！陈健，你的火炮打光了。你们这群还在玩蒸汽废铁的原始人，拿什么跟我的超合金机甲斗？呵呵，你们这帮老外永远不懂我们祖先的智慧。进来了，你们就甭想出去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死到临头还在硬装吗？让你见识见识我嫂子艾米为我特制的加厚复合装甲。财团的高纯度合金装甲抗砍得很，兄弟们，给这帮金毛狗上大餐！队长 ，EMP 干扰阵列部署完毕，开阵，断了他们的狗腿！怎么可能？你们哪里来的防电磁技术？300年前你能背刺我，是因为我拿你当战友。300年后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一只能随手碾死的臭臭。闭嘴！我的主战机甲是防 EMP 的，厄尼尔，让虫巢淹没他们！我要把陈建活活撕碎！艾米，电磁轨道炮充能如何？所有昆仑老兵听令，我们站成排，连成线，一定要当好人肉稳压器，誓死不退。老兵不死，华夏万岁！老兵不死，华夏万岁！老兵同志，请退后。队长说了，咱们华夏的军工不吃人血馒头。切断坦克履带传动。将蒸汽轮发电机组的动力链直接并网，用钢铁巨兽的心脏给轨道炮做外接稳压器。队长，充能100%，但是雷达被虫巢极强的生物磁场干扰，无法精准锁定安娜和高阶肢体厄尼尔。雷达瞎了，老子就亲自给他贴个追踪。蠢货，你把定位器贴在我们身上，轨道炮开火，你也会化成灰。大妈，时代变了。开炮！快撤回深渊，休养后再踩死这帮人类！队长，虫子退了，我们守住了。守住？300年前，我们的前辈因为火力不足，只能把他们赶回地底，封锁深渊。今天我们要斩草除根，全军听令，给老子杀进深渊，物理超度他们！队长，深渊内部结构极其复杂，坦克开不进去，而且厄尼尔正在母巢核心疯狂产卵，一旦让他们缓过神来，开不进去，那就给他们加点温度。艾米研制的铝热燃烧弹库存还有多少？1万发，全带上了，全都给我倒进深渊。这温度足以达到3000度，能把岩浆给融了。你们这些低等的碳基生物，为什么总是不肯乖乖去死？因为我们的骨头比你们的甲壳更硬。300年前，华夏军人在这里把你们打入地狱。300年后，我来替他们把棺材板钉死。全队撤退！
辈英灵今日归乡，华夏军魂万古长存。